Hello，大家好，我是华语大学的 Rufus。大概2个月前呢，我购入了 Burton 最硬的鞋子，也是最贵的鞋子 Ion，还有他们的黑科技 Step-on Binding。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聊聊这两款产品，以及详细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 Burton Step-on Binding 终将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的传统的 Strap-on Binding。Burton 的 Step-on 鞋子呢，大概有3款产品，分别是 Ruler、Photon 和 Ion。刚好这3双鞋我都穿过。Ruler 师兄里面最软的一双，适合初学者，也是我的第一双滑雪鞋。Photon 的价格和硬度都在这3款鞋之间比较适中，而 Ion 是 Burton 生产的所有滑雪鞋里面最硬的一双，也是最贵的一双。我之前用的鞋子就是 Photon， 当时在买上一双鞋，在买 Photon 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在 Photon 和 Ion 之间犹豫，最后还是选择了 Photon， 因为我听说呢，玩公园呢是比较适合软一些的鞋子，所以我就没有选择最硬的 Ion。而我上一双鞋子 Photon 用了1年以后，1个学期以后报废了以后呢，这次在买这2双鞋的时候呢，我又开始纠结了。最后让我决定今年去买 Ion 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在夏天的时候扭伤了脚踝，我想买一双硬点的鞋子，可以对我的脚踝有更好的支撑。没想到用了硬鞋以后不光是对我的脚踝有更好的保护，我发现无论是我的公园还是滑行，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真的是比较后悔没有早一点用上 Ion。下面我们来聊聊软鞋和硬鞋的区别以及到底为什么初学者比较适合用软鞋，而有经验的滑手更适合用硬鞋。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一双鞋硬，它到底硬在什么地方？我们说一双鞋硬呢，并不是指它的脚底的气垫或者包裹脚的内胆硬。就算是 Ion 这双 Burton 最硬的鞋子呢，它的气垫和内胆也是非常舒适、非常软的。硬鞋主要是硬在脚踝这个位置。一般来说，一双鞋越硬，你的小腿就需要用更大的力去把脚踝这个位置压弯。那么脚踝这个地方硬到底会对滑行产生什么影响呢？总结来说呢，就是更清晰的反馈、更灵敏的控制以及更低的容错率。这3点的逻辑其实都很好理解，我们来一条条的说。首先，为什么硬鞋会有更清晰的反馈呢？比如说你在滑雪的时候，你滑一个雪道有一个不平整的凸起，你滑过这个凸起的时候呢，这个凸起就会给你的板一个力，而这个力会随着板固定器鞋一直传到你的脚。而鞋子越硬呢，它的能量传播就更加有效率，也就是说你感受到的力就会越大。也就是说，一双硬的鞋可以让你更清晰地感觉到你脚下的雪地或者道具的变化，从而得到更清晰的反馈。第2条呢，就是硬鞋会让你有更加灵敏的控制。在滑行的时候呢，你每一次发力都会通过你的脚传到你的鞋再传到binding再传到你的板上。鞋子越硬呢，代表能量损失越少，也就是说你的脚发出同样的力，鞋子越硬就会有更多能量传到板子上，所以硬鞋会让你有更精确、更灵敏的控制。当然，这2条优点对于新手来说也可能是把双刃剑，因为经验不足，虽然收到更清晰的反馈，新手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而且由于控制过于灵敏，初学者不善于微调，还容易导致用力过猛。这也就是为什么硬鞋对于滑手的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呢，我推荐0到50天的学友可以用 Ruler 这双硬度3左右的软鞋，50到100天雪龄的学友呢，可以用 Photon 这样硬度适中为5左右的鞋子，而100天雪龄以上的学友呢，就可以使用 Ion 这款硬鞋了。刚好一双鞋的寿命差不多是50天，一双鞋用报废了以后，刚好可以换下一双更硬的。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重头戏 Step-on Binding 了。其实 Step-on Binding 这种双板模式并不是 Burton 首创的，在大概20年前就有 Step-on 这种模式的固定器了。而这次 Burton Step-on 固定器和之前老式 Step-on 的固定器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于固定器底部的设计是和传统固定器一模一样的，它没有任何金属，也就是说它所有的金属的卡口都在上面，都不在 binding 的底部。这也就使得 Burton Step-on Binding 在滑行的时候给你的感觉可以更接近传统的 Strap-on 固定器。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是如何穿脱的。它一共有3个卡扣，
2个在前面，1个在脚后跟。穿的时候顺序无所谓，只要听到3声 click 就说明扣紧了。脱的时候也很简单，只要往上拔一下把手，脚后跟的卡扣就会解锁。而解锁前面的2个卡扣也很简单，只需要旋转脚尖就可以完全脱出来。当然 Step-on 最大的优点就是穿脱方便，在10几次的练习后，基本就可以做到1秒内完成穿脱，使你的滑行练习效率变得大大增加。有的时候遇到大平地速度不够，也可以脱下扳顶蹬几下再穿回去，全程根本不需要停。很多朋友会担心在粉雪的时候会不会穿脱非常不方便，根据我的测试呢，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在粉雪天，轻轻的震一震滑雪板，或者用手一拨就能把雪很轻松的掸掉。就算齐腰山的大粉雪天，穿脱扳顶的速度也肯定是比普通的 Strap-on 扳顶要快。那么到底 Step-on 的滑行表现怎么样呢？毕竟就算它穿脱再方便，如果滑行体验不好，那也是白搭。结果我惊喜的发现 Step-on 扳顶配合 Ion 鞋给我带来的滑行体验不降反升，而且是非常明显的提升。因为这次我是固定器和鞋子一起换的，所以我也无法区分到底是鞋子还是固定器给我带来的提升。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 Step-on 扳顶和 Ion 的组合非常的优秀。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组合为什么会给我带来如此大的滑行体验提升？我想大概总结出2个方面，那就是连贯、精确与清晰的反馈和非常灵敏的控制感。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解释啊。首先 Strap-on 扳顶就是老式的需要绑带子的扳顶。我们在绑固定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多绑几个，有的时候会少绑几个。在绑得紧的时候，能量传播就比较有效率，你就需要用更小的力来控制雪板，而绑得松的时候呢，你就要用更大的力来控制雪板，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个微小的不连贯不利于我们肌肉记忆的培养。而 Step-on 扳顶因为只有扣上和没扣2个档，所以每次穿脱之后都会得到完全相同的反馈，更有助于我们形成精确的肌肉记忆。并且 Step-on 扳顶的固定位置比普通 Strap-on 扳顶更低，而且更紧，这也就使得能量转化的效率更高。也就是说，我用更小的力就可以达到普通 Strap-on 扳顶同样的效果。这也导致在得到非常连贯的反馈之后，我还可以对板进行非常精确的微调。下面来说一说 Step-on 的缺点。Step-on 这个产品呢非常出色，当然再出色的产品也会有它的缺点。下面是我目前发现它的几个缺点。滑行的时候大概会有30%的时间如果仔细去听，会出现的噪音。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的固定器坏了，后来听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毕竟滑雪的时候我都会去听音乐，习惯了以后根本不会被这种声音影响，而且毕竟只有30%的时间会出现噪音。如果你穿的是 Step-on 的鞋子，那你就不能穿普通的 Strap-on 扳顶。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穿了 Step-on 的鞋子，我想跟我朋友换板滑的话，那我就必须连扳顶也一起换了，非常的麻烦。或者说，如果我有2块板，在换板的时候，我也要把扳顶一起都给换了。当然，如果你足够有钱的话，你也完全可以给你的所有的板都配一块 Step-on 扳顶。这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本质还是贫穷。不像普通的扳顶，调整 high back 的角度的时候需要一个螺丝刀，而且还是一个和底盘不一样的小螺丝刀。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山上想调整 high back 的角度，那你就要知道一个小螺丝刀非常的麻烦。最后我想说的，也是 Burton Step-on 扳顶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价格太贵了，而且它的产能非常的低，经常到雪季末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断货的现象。我的这一双Burton Ion 的鞋子，在没有打折的情况下也需要1000多加币，真的是非常的贵。我觉得 Step-on 扳顶之所以还没有取代传统的 Strap-on 扳顶，主要就是因为这2个原因，是价格和产能的因素。我相信以后如果Burton 能把它的产能提上去，价格降下来的话，Step-on 扳顶总有一天会取代传统的 Strap-on 扳顶。好了，那最后的总结就是我非常强烈的推荐Burton Step-on 扳顶。如果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强烈建议你买 Burton Step-on。